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叉社遊記小隊的這款凸輪軸，和之前的2款一樣，盒子包裝小小的。如今的叉社沒有紙質說明書，只有一張信用卡材質的人物卡。来看人形的效果，身高在17.5公分左右，基本上是配 MP 比例的小車，也是作為當時動畫片裡邊並未收錄的角色。所以在 G1時代，老玩具你想要得到這3隻，是需要通過剪下包裝上的那些兌換點數郵寄過去，人家再郵寄給你。所以也得名游記小隊，可見這3小隻其實在當時來說也是非常稀有了。來看一下人形的整個完成的效果，身上的漆面質感涂裝非常的漂亮，全身都涂了这種灰藍色的金屬漆，胸口這一些畫面的点綴效果，也有了當時老玩具那種老G1貼紙的味道在裡邊。整體的身材比例還是比較匀称的，老玩具的設定就比較詭異了，因为是一個很誇張的變形風格，所以身材比例有一些失衡。叉社還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進行了一些美化修正的效果的。後背來看，2條腿也算是填得滿滿當當。設定結構的關係，胸口這一塊是整個透明的車窗，還是非常漂亮的。頭部點頭抬頭這個地方是獨立的脖子關節。左右360度旋轉，哎，別說這顆腦袋長得還有點像擎天柱那個意思啊。肩膀中間這裡邊連桿全部都是合金的材質，舉起胳膊的話，大概是能舉到個60-70度的樣子，360度旋轉沒有問題，並且變形結構的關係，這一塊的合金根部也可以當成蝴蝶肩。二頭肌360度旋轉，注意一下肩胛側面的避讓位置，中間的合金雙段關節曲臂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，手腕左右旋轉。下4指連在一起的可動手，拇指獨立活動，手腕這裡邊可以回握。在握槍的時候，其實還是不太好調整的，它這個樁子在蓋子下面，所以也得慢慢的擠進去。腰部360度旋轉，獨立的彎腰關節。先不說這個脫肉啊，感覺這一塊還是比較纖細的，玩起來注意一些。胯部前踢幅度很大，後踢、側抬這些地方都不會干涉到。大腿根部左右360度旋轉，膝蓋2段轉軸折疊起來的幅度也能超過135，很大的一個腳丫子也是跟這樣用板件框了起來，左右接地的幅度也挺大的。前後這裡是變形的活動需要。雖然是一個 MP 小車級別的人物，但拿起來其實還是挺有分量的。身上的合金分布還是比較多的，重要的關節位置以及輪毂這些地方都是用了合金零件。畢竟叉社現在的產品沒有說明書嘛。之前我看老莽的視頻展現的是一個正邊，那這回咱們來做逆邊吧。先從腿部這裡拆起，腳踝整個的拉開，側面這個地方有一個插扣，連同後邊的腳後跟。這裡邊的2個鎖扣一同把它打開，延展開以後，把這些面板都折疊收納一下，放在這兒備用就行。接着腳踝接地關節扭過來，順着這個地方的關節把它縮進去，然後側面的卡扣再套上，車頭這個位置閉合起來，翻到腿肚子後面。連同膝蓋關節打開後方的面板和插扣，裡邊一個大的 Z 字收納，再把蓋子折疊放起來。把2條腿同時編好以後，就可以把所有的扣子中間夾合在一起，包括下方面板上的扣眼全部對合。把中間的這一層先往上頂，這一塊有2個插扣，把這個固定一下。這塊板子先不要閉合，放在這兒備用。小臂在這個形態下變形很簡單，從這個地方雙關節往後折，和肩膀後方的一個插扣鎖上，然後整個拉起來，騰開空間，翻到背包來，在金屬零件的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樁，我們把這塊的鈎子卸開，看側面那個鈎子的邊緣露不出來，這個時候其實就是很結實的狀態了。所以在解放的時候也要搭着這個邊兒解一下，把這2塊的鈎子拉開。下一步在前車窗位置的邊緣這一塊也有2個插頭，把這裡卸開，然後整個腰部拉出來，翻到內側這2個邊兒對折一下，下方這裡左右這兒是掛着的2個小鈎子，往外頂一點點，再脫開，別把這個小鈎子掰豁了。拉鬆，在肩膀騰開角度之後，車門後邊的扣子打開，把這一塊的車窗玻璃折起來，翻到裡邊看，背包這一塊的方框子，一個 Z 字折疊，把合金桿拉到後方去，
再通过根部這裡的連桿旋轉翻折180度，側面這裡會有一個金屬零件咬合的扣子，把它扣上去。拨一下中间的這一塊板，腦袋旋轉180度，順着這裡邊鑽過來。現在我們看到腰部有非常多段的折疊關節，我們把它一層一層的都套合，卷進去，对折对折，也就是在收纳的时候完全跟這樣压進去，然後擋風玻璃下方的2個插扣連接鎖上。哎，差不多了。現在我們把這塊放過来，這個時候就可以先把側面的車門通過根部的雙關節戳進去。裡邊的插銷扣上，胳膊旋轉放回來，側面這裡和車門有一個插扣，把這裡結合固定。從腿部後方翻出來的這2塊板，2個插扣和腰後面這裡結合收納。接着背包這一塊放過來就行了。哎，這一塊展開变成這樣的狀態，拳頭把它的武器握上。這款凸轮軸的這個形態就变形完成了，相當於一個抱甲模式啊，半展開，然後用武器去攻擊的這麼一個形態。怎麼說呢？很難不讓人想象到將來以後在電影系列裡邊所謂的抱甲半變形，露出胳膊拿着槍，是不是有借鉴參考當時的這些設計靈感？又或者說這一款的設計應該跟輪胎做一桌去？不管怎麼樣，這個形態畢竟是80年代的遺產，在老玩具上邊就是這麼設計的，所以叉社竟然也還原出來了當時的這個半變形的展開狀態，倒是設計上也有想法。那我們繼續变形，把它变成一個完整的車。這個時候就要拆開胳膊、手臂变形一下，繼續打開肘關節和下方桿子這個地方連接的扣眼兒，把這一塊的插扣拆開，桿子雙關節折疊出來，手腕順着袖口打開，翻轉180度，整個把指頭疊放好，拳頭藏進去，然後注意在這個位置上方有一個關節滑槽，哎，我們把它滑下来，記得把這一塊擺成一個斜着的角度，側面這裡會出現一個突出的扣子，小臂的外邊又有一個斜着的插扣，扣子跟它擺成同樣的角度就插上去，固定起來。其實胳膊就是這麼一個對勾的造型。小臂變好之後，注意肩膀位置這個地方有2個插扣，這兒一個，這兒一個，把這裡的插扣打開，然後雙關節往上先提一提，車門的位置再完全的张開，注意根部下方這裡是雙關節，打開鎖扣以後再往出拉一下。現在把2個肩膀抬起來，根部的這一片，也就是腰上的那個零件啊，把它压到裡面去。压到底之後，後方中間的這一节左右有2塊板子對折放起来，然後旋轉擺好，從中間的這個窟窿啊，讓這個背炮轉一下，鑽過來。從這兒鑽過來之後，後邊這一塊的車窗，也就上方2個扣子定好位置放下來，然後按照後邊縫隙的拼合線，我們把雙關節往裡扣合，中間這裡結合的扣眼鎖上。在結合的時候，側面這一塊和這一塊裡邊還有扣眼，所以呢，3維度的插合啊，我們還是先插透明零件下方的這一塊，先把它定好位置。好，钻過来的小炮折疊收納到腦袋後面，這2塊面板往下折疊，2個扣子對準方孔壓合進去，然後側面这一塊板子有雙段的插扣，一大一小，跟這裡同時的進行結合鎖定，都給它插緊，底盤密合起來。其實這款在車型狀態下也可以做到開車門的展示，不過駕駛艙內部的空間很緊張，因為填滿了零件，所以駕駛室也沒有什麼細節的刻畫，裝不了小人。雙關節先往前推，然後再把側面的扣眼鎖上。那麼好，叉社這款凸轮軸的車型我們就变形完成了。合金轮毂、橡胶輪胎，轉起來還是特別溜的，推車滾動非常的絲滑。車窗全部都是藍色的透明零件，印出來裡邊的內部機械結構看起來的通透感不錯。側面這裡該有的一些細節塗裝勾勒，轉向燈、剎車燈，還有前方這裡
該有的一些細節，車型的包裹程度、底盤来看都是可以的。倒车鏡、雨刮器、前方的进气孔，这些地方都有刻畫出来。最關鍵的，下方這裡有一個小的推的地方，扣一下。壓住它往上一頂，可以翻出透明件嵌着的小跳燈。那麼总的来說吧，叉社的游记小队现在3款也算是出完了，感觉这款凸轮轴的变形难度也不是很高啊，这次转的位置比较多。其實它的扣子已經用方向定好了位置，等在那裡。全身的漆面效果、質感塗的都是非常高級的，而且能還原出來老玩具裡邊的3個形態，也是非常難得的一個體驗。畢竟這個角色其他的第三方產品基本都沒有出過，叉社現在出了游記小隊的3人組，也算是在沒有撞車的情況下搶了一片藍海的市場吧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叉社的凸輪軸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